鲍威尔是不是刚刚终结了这一次的加密货币牛市？我们还会看到国家级战略比特币储备的出现吗？过去的48个小时，对于加密货币市场来说，真的是血流成河。华尔街股票遭遇了重创，虽然日子很难过，但是现在绝对不是恐慌的时候。那我们需要记得啊，当选总统特朗普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计划。We'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great with crypto. 下一届美联储主席 Jerome Powell 很有可能呢不会担任美联储主席。Would you reappoint Jay Powell? No, I wouldn't do that. You wouldn't reappoint him? 这是因为鲍威尔的政策和特朗普的加密货币战略确实有点不太符合。虽然昨天的市场出现了恐慌抛售，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也看到了一丝的曙光。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次暂时的下跌机会。那么哪一些山寨币会最快从这一次下跌中恢复呢？哪一些币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呢？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留守这一期视频。那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个 Bybit 的重要公告。那马来西亚的用户请注意了，12月18号的时候呢 ，Bybit 已经宣布了将暂停接受马来西亚新用户的注册。但是大家放心，我相信 Bybit 呢将会在2025年完成合规的流程，重新开放马来西亚用户的注册。那我相信呢，马来西亚的用户很多人已经收到了12月24号的公告。那从24号开始呢，Bybit 将会宣布马来西亚用户将无法正常使用平台，但是大家不要慌张。那如果你还想要使用 Bybit 的话呢，我个人可以提一个建议，就是在12月24号当天登入账号。那如果你的页面呢显示了马来西亚用户无法使用，那你们就去联系 Bybit 的客服，大家可以尝试跟 Bybit 的客服要求 Bybit 的白名单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更改你的 IP 地址，或者是使用 VPN 的服务。那大家可以去更改你的这个 IP 地址，或者是使用可靠的 VPN， 将这个位置呢更改到了 Bybit 支持的国家。那方法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介绍栏，那大家可以根据我提供的这些 YouTube 的链接去学习怎么样更改你的 IP 地址。方法呢我会放在视频的介绍栏下。那在 Bybit 这里呢，入金和出金的操作将不会受到影响的。那如果你们遇到的任何什么问题呢，都可以联系 Bybit 的官方客服，他们将会全力的协助解决问题。那我根据可靠的消息啊，Bybit 正在积极进行马来西亚的合规审批流程。那他们预计呢将会在2025年完成合规化。所以呢，在这一段时间呢都是过渡期。那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和信心，相信不久的将来呢，马来西亚用户就可以安全合规合法的使用 Bybit 交易所了。好，让我们回到开始，问问自己，这一次市场调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刚刚关注市场，看到前几天的数据，可能会有一点摸不着头脑。那其实呢，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只是导致这一次市场波动的原因之一而已。说实话，市场之前已经有一点过热了，当市场上涨的过快时，投资者都会自然选择离场，导致了抛售潮。因此呢，这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就好像现实世界中大多数的问题一样，这一次市场调整也是由多种变量引发的。但是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分析，重点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短暂的机会窗口。如果你是加密货币市场的新手，请记住这一次的波动呢非常的正常。加密市场本来就是一个超级波动的领域，而在这样的短期市场下跌，往往是我们逢低买入山寨币的好时机，尤其是那些被市场整体拖累的优质币种。那为了更好理解这一次的调整，那我们需要再聊一聊美联储。那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点，美联储不能持有比特币，但是美国财政部是可以的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So, you know, we're not allowed to own Bitcoin. 虽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并没有明确的想要引发市场恐慌，但是市场还是受到了影响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切发生在他称比特币是为数字黄金仅2周后，显然市场的反应跨度很大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FOMC 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首先，美联储没有调整资产负债表，这一举措对金融市场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标志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变，直接影响了汇率、股市，甚至是整体的经济增长。与此同时，美联储将基本利率削减了25个基点，
这并不令人意外，市场早就预期了。此外呢，鲍威尔还提到了2025年将会缓慢的降息，表面上看是好消息，但是市场解读却不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直接导致了超过1.5万亿美元的市值蒸发。一般来说，较低的利率意味着借贷成本下降，这对风险资产，比如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是利好的消息。然而，当降息步伐放缓时，市场对这些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就会减弱，进而引发了恐慌抛售。不过，我想强调一下，这种影响下可能是短暂的，市场的反应往往是瞬间的，而机会将会往往在这样的波动中浮现。刚才我提到了市场过热，那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更像是一次洗盘。那我想再一次强调，现在是死守的时候，绝对不是恐慌抛售的时机。面对这种市场环境，我们需要的就是赚死守，坚定持有，因为这是短暂的市场波动，很快就会过去了。而聪明的钱正在悄悄的进场。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贝莱德，他最近又买了1.32亿美元的以太坊，还有特朗普的 World Liberty WLFI， 那他们这一次又增持了25万的以太纳 ENA。值得注意的是 ，World Liberty 正在深入去中心化金融 DeFi 的领域。显然，他们对这个板块非常看好。这说明，尽管市场的波动剧烈，机构投资者依然在战略布局，而这正是我们从市场波动中看到的机会。所以呢，今天要关注的第一个山寨币就是 Chainlink， 这是去中心化金融 DeFi 领域的重要项目。作为预言机领域的领导者， Chainlink 在加密货币市场中扮演了基本设施的角色。虽然看起来跟其他的项目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但是 Chainlink 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。最近，特朗普的 World Liberty 又购买了200万美元的 Link。这表明了大资金正在重仓，毕竟几乎每一个 DeFi 协议最终都是需要一个预言机，而大多数的项目都会选择 Chainlink。当然，看到市场波动时，损失5%、10%甚至是15%，确实会让你心痛。但是如果你对未来有信心，记得放大你的视角。以比特币为例，即使市场最近有所回调，但是价格还是突破了历史新高。如果从更大的宏观角度来看，近期的下跌几乎根本就看不出来。此外，不仅仅是美国，全球范围内的降息行动都在进行。那这对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，特别是像对 Chainlink 这样的 DeFi 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。接下来第二个要关注的山寨币就是 Solana 了。在降息的环境下， Solana 这样的高风险项目通常更容易吸引投资者。尽管最近 Solana 的表现有点疲软，但是我完全相信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了。举个例子，根据数据统计，11月份全球55%的加密用户都在使用 Solana 的网络，这意味着全球超过一半的加密货币与 Solana 有关联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。虽然 Solana 经常被认为是秘密的赌场，但是它的潜力远不止如此。如果你看好秘密币的长期增长， Solana 无疑是最佳的理想平台。此外，低利率环境对 Solana 这样的项目极为有利。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，最近市场的调整很有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回调，甚至已经有提议要将比特币纳入国家储备，并将此作为一项行政命令。如果特朗普真的推动这个计划，只是需要等到明年的1月份签署即可。所以呢，现在的市场波动只是一次的短期现象，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 Solana 迎来更强劲的反弹。今天最后一个要推荐的呢，就是 Phantom。那严格来说呢，是 Sonic。12月18号 ，Sonic 终于上线了主网，这个重大的里程碑吸引了众多的目光。然而上线后，币价却从1.45美元暴跌到了0.85美元。不少人将此解读为利好出尽，但是这背后却隐藏着新的机会。那接下来的6个月里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的利好消息，比如大型交易所的上线和重量级别项目的合作，这些都可能成为推动 Sonic 币价上涨的重要催化剂。与此同时，你现在可以通过 Sonic Labs 的官方网站将 Phantom 升级到 Sonic， 然后再质押 Sonic。那当前的年化收益率 APY 是约为 13%。此外呢，再过多几天，官方的桥接功能就上线了，这意味着 USDC、USDT 或者是比特币
以太坊等等的资产都可以通过跨链的功能，从其他链直接转移到 Sonic 的主网。这不仅提升了 Sonic 的可用性，也为 Phantom 的币价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。总之呢，虽然短期内市场表现有一点波动，但是 Phantom 的长期潜力无可置疑是巨大的。对于那些有信心并且愿意抓住这一次机会的投资者来说，现在正是累积 Phantom 或者是 Sonic 的好时机。